人的灵魂可以透过行善积德来提升能量。在人世间的冥冥空间中存在着阴灵生命，有阴阳眼或天眼的人可以看到，这些阴灵生命其实就是所谓的孤魂野鬼，是一群到处寻找寄托处的流浪汉。大家好，修行长生，真灵我身，欢迎来到真灵时间，来浅聊一下三魂七魄是如何影响人体的。生命是由灵魂和肉体组成的，魂魄主导着一个人的良心、精神、思想、感情等。魂魄离开躯体后，人就会死亡。人有三魂七魄正常死亡之后，有一个主灵魂回天界，可以去投胎转世。第二个魂入墓成了守尸魂。阴宅风水就是透过守尸魂影响子孙后代。第三个绝魂根据在世时的功德上天堂或下地狱。有些灵魂神婆查事就是请这个下地狱的因果魂上来。七魄是绝魂暗藏的无形力量，即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这七种情绪反应。动物只有二魂，动物的六识感应，即通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心、意的感应，而人除了有六识之外，还多了绝魂和七魄。人体少了魂魄就会不正常，少了七魄精神就会不正常。人体少了阴绝魂就变成了植物人，少了主灵魂的人就会死。如果在投生时阴能量不够，少了绝魂或丢了七魄，投胎成人就会成为弱智儿童。正常人死后，在7天到600年间必可投胎。非正常死亡的人，由于寿元未尽，一般都投不了胎，成了孤魂野鬼，超度才能往生。如果家宅风水不好，这些冤亲的魂就会入宅向亲人和子孙后代求助。有些债主和仇家仙也乘机入宅报仇，造成家宅阴气过盛，影响阳人的运气和身体健康。祖先的守尸魂灵光会感应影响到子孙的命运。如果祖先的守尸魂灵光寄托到好的风水地里，而使得后代子孙拥有好的命运；而如果祖先的守尸魂寄托在不好的风水地里，如此子孙的命运就会变差。事实上，风水地理只占了3分，其余7分则看人生中的善恶功德。守尸魂一般经过3个元运后，能量就转化不存在了，火葬只剩骨灰，是没有守尸魂的，对后代影响极少。因此，非正常死亡的人最好用火化，自然死的人用土葬为好。主魂因为是从天界而来，所以肉体死亡后便回天界而去。主魂生命是不生不灭，永远存在的，自亿万年以前就存在于宇宙中，是创造宇宙万事万物的一份子，一般称之为宇宙灵，在灵学的理论称之为主魂，道教则称之为灵山。主灵魂则是在人死的当下就立刻脱离身体，绝魂则要在人死后6至8小时之内才会脱离，守尸魂要等肉体腐化后才脱离。如果是遇到意外死亡或是猝死，绝魂则会留在人世间的冥冥空间，若是寿终而死，就会到地府报道。所以三魂是各走3条路线，不归于一体。如果意外死亡，绝魂和守尸魂无法合为一体，除非寿终正寝，绝魂和守尸魂才会下地府合为一体。这2魂合而为一就是阴魂，而主灵魂叫阳魂。阴魂与阳魂重新组合才可往生轮回。若是意外死亡，这些情形就无法到地府报道，入地狱无门，上天堂无路。这些孤魂野鬼就是无家可归的因果魂绝魂。
要做法事超度安排进入地府，才有机会重新轮回往生。所超度的并不是主魂这条灵体生命，主魂在人往生时就已回到天界去了。所以通常来讲，超度的对象主要是指后天的觉魂和守尸魂。这两魂大多是觉魂先离开身体，因果魂在人体死后6小时内就已脱离，而守尸魂则要等到所有肉体的生机能力都消失、腐化见骨了才会脱离身体。所以要超度一定要先度觉魂，假使查出生魂也脱离肉体了，那就一定要觉魂和守尸魂一起超度。简单说一下什么是生魂，相对于已死者离体的鬼魂，还活着的人出体的魂魄就叫生魂。道教的超度也叫炼度。炼度是什么呢？就是高公法师通过自身之水火来炼化亡魂，以心为火，肾为水。为什么要水火呢？火是烧掉亡魂的业障，水是荡涤亡魂的罪垢的。法师通过自身的水火之交构，模拟天地阴阳之运转，通过身中造化来炼化亡魂之阴质，又采北斗南斗之气使之混合，化身为太乙救苦天尊。升天宝路上一般都有南斗的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南斗6星是南方光明之星宿，哈勃望远镜跟韦伯望远镜都可清楚观测到，亡魂的此阳气可以转化自身阴气，使阴变为阳，亡魂在此救苦天尊的接引下，步步莲花从法师的泥丸宫中往生南极长乐世界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